各位同学，大家催更的苏杰老师，我们今天又非常荣幸的把他请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。我们今天其实就特别想要去聊一聊关于自宅这个事情，特别是我们知道很多建筑大师，他们其实都是有拿得出手的自宅项目。欢迎呢大家可以踊跃的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持续关注我们所聊的这些有趣的话题。那说到这个自宅啊，苏杰老师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排名啊？我不能说谁最好谁最不好，我能排一个我最想去的。我当下最想去的是 Peter Zumthor， 因为我觉得他的东西跟我建筑理想是契合的。在二战前后，欧洲的建筑其实主要的实践的战场或者教育的战场就转移到美国来。讲这些人的话，你得往前再讲。赖特，我觉得是在他们之前的。现代主义运动啊，国际主义运动啊，可以说是被赖特影响的。赖特虽然他属于现代主义运动阶段，但他绝对是一个开端式的人物。我觉得塞尚有点像赖特在建筑史上的一个状态。前段时间我去了芝加哥，看了他那个橡树园，那是他第一个自宅。其实它外形像维多利亚式，它是一个传统样式的建筑。当你走到里边的时候，发现完全不一样，它完全是一个现代建筑。所以说它的壳还是维多利亚状态，但它的瓤已经变成现代了。它为什么会想到变化？其实有一个关键点，就是芝加哥办了世博会，那个世博会日本人搬了一个宫殿，就复制了一个西方的房子啊，石头盖的，它是上下走的，它尽可能就往高，你比如教堂。但你想想我们中国的，比如说故宫啊，宋代的建筑或者日本的建筑，它都是横着的，它的山墙在两头的，甚至日本的是压根没有山墙，有一些柱子把这个墙隔开，然后里边是纸屏去切割它。为什么日本人做现代主义就驾轻就熟？因为它本来就那样。日本的房子就是叫 free plan， 中国也是，它就只要分割加屏风啊，加隔墙啊，它就能重新组合出来一个新的格局。赖特就发现日本的建筑啊，还有自然哲学非常打动他。那所谓这个西方先进的现代主义，岂不就是换了一种材料的古典东方建筑美学吗？它的材料进步了，进步到他们可以像我们这样的。你就很简单，印象派的时候，它强调平面、颜色、感觉，这东西跟我们的文人画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不讲究透视，我们讲究的是感觉。我们大写意的那个画，你一个荷叶可能就几笔墨泼上去，它就是一片荷叶。八大山人画的那鱼瞪着眼睛，那现实当中没有这样的鱼，完全不遵循嘛。那欧洲原来从文艺复兴写实，那人的肌肉啊，那立体透视关系非常的准确。后来摄影术出来，啪一下全塌了，开始找感觉去了。东方的瓷器不是卖到欧洲去了吗？日本人在浮世绘不值钱，包装纸，欧洲人一打开看，哇塞，这太棒了！纯平面的、写意的，完全不遵循任何的绘画逻辑，但是就是表达情境甚至诗意。这印象派不就学的这东西吗？只是说这两种文化它可能不在一个体系发展。讲回这个 Oak Park 进门很酷，就是中国有个词叫欲扬先抑，他就把门厅给你压下来，走过门厅给你升上去。最早先的千里修茶时，那小门人都要弯着腰钻进去，这个东西我们早会了。客厅也很有意思，所有的沙发都是沿窗嵌入的，它其实可以让这个房子就显得更宽敞，很聪明的做法。再一个呢，你就会让这个房子很聚气。然后它一直兴奋的呢，就是壁炉是一个住宅的精神的核心，所以一进门它就会有一个壁炉。远古时期那人都是围着火堆生活的嘛，一个火堆其实就是一个聚落的中心，所以我能理解说它为什么总是以壁炉为一个核心来展开它的设计。再往里走有一个楼梯道，它有一个树枝是从屋子外面长到屋里来的，你就跟那个日本茶室的床之间上面放的那个枯木完全一回事。然后这个房子有很多横向的大面积开窗，我们彻底去理解横向开窗还在萨伏伊别墅之后呢。萨伏伊别墅提出了叫水平横窗的概念，但其实赖特那时候已经开始用连续的窗，这很容易把自然引入进来。讲 Oak Park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相对陌生，但是如果讲流水别墅的话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点印象。你把一个房子通过视觉错位的方法让它架在一个瀑布上，瀑布显像从房子上都流出来一样，它就很好的把这个建筑就merge到自然。但你回想，你看的所有日剧，大家是不是就坐在一个檐下头，小风一吹，风铃一响，扇个扇子，吃个西瓜，听着蝉叫，就看着这个植物。无论是宫殿还是民宅，它都有这个跟自然互动的空间。自然其实能给我们很多力量和启发。那怎么样把建筑带入自然里面？这可能又是艾特的另外一个概念，叫有机建筑的概念。他就想要跟自然有更多的互动。他的主卧室也很妙，
床不大，但是两边又有2幅壁画，具象的火的形象，有一个人是拎着一个像火盆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很精美，包括墙上的灯具啊，所有东西都是和谐的，都是跟他的房子是有共同呼吸的。他把他的工作室是建在他的房子一起的，主办公室有一个小走廊，往前一走就是一个塔楼式的6角形还是8角形的一个单体的房子，中间有一个方桌，周围一圈都是像储藏柜，但储藏柜外面是可以移动的门，可以挂各种各样的图纸，等于说客户来了手动360度全景。然后他的办公室也很有意思，就是员工的办公室，穹顶的结构嘛，它上下2层的，然后员工就在下面一层，窗户是开在上面一圈，你就人真的画图的时候，你周围就是看不到窗外，工作环境你就会觉得你的内心是特别的宁静。其实设计的宁静感是我们缺失很久的，现在已经没有人静下心来去钻研一根线是否好看，因为计算机可以让我们1分钟画500根线。你无论什么诺曼福斯特、SOM 这种公司啊 ，Gensler 这种顶级的世界级的事务所啊，你看到那事务所永远都是很嘈杂、很忙碌的。但是你已经找不到这种老的建筑先辈他们那种宁静的创作环境了。你比如你看阿瓦尔托的、卡拉特拉瓦的，就包括 SHA 那个 Stephen Hoare 他自己工作的状态，这些人的工作环境，你就感觉大家是有很多时间去考虑每一笔该怎么画，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手画的，所以每一笔都斟酌。其实你心里面在落笔之前就想说它跟美的关系。你看我们原来的建筑师更多的会去分析这个几何的关系啊、切割的关系啊、渐进的关系、序列的关系，因为它在图纸上它非常临场。我们现在画个斐波那契曲线就 copy paste 就好了，这东西完全没感情的。你可能 copy paste 了1年，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画的。工业进步也好，效率进步也好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其实是减弱了人跟设计结果的情感和连接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化身成赖特本人，他在当初设计他的这个自宅项目的时候，那他更多的是带着我怎么样让这个居住者有更好的体验感，还是说他作为一个建筑师本身，他更多的想要实现自己在建筑上的一些抱负和野心？那个时候其实建筑师他是比较富裕的阶层，所以他也不急着说我要出名，而且他那时候已经在沙利文的事务所工作了，非常受重用。沙利文的所有住宅都是让他建的，大家可能对沙利文不太了解，但是形式追随功能这句话就是沙利文说的。赖特那时候就是他的头牌，沙利文那时候就想好了，我马上不干了，就是让给这小子。赖特也挺有意思的啊，自己在外边接活，他那时候干的活叫月光住宅，可能你在夜里偷偷摸摸干的房，我们现在叫什么干私活、打野鸡。他那时候就干这个月光住宅的时候，被老板发现了，直接给开除了。沙利文那时候在芝加哥啥概念？龙头老大，就这人被我开除了，你们谁家都不可能再用他。这2人就一辈子再就没有交集，直到沙利文后来死。沙利文死也挺惨的，因为沙利文主要的项目都是建大楼的嘛，赶上大萧条，那不就没活呗？急转直下，生意就破产，很落魄，好像在小旅馆里面死的。但那时候赖特已经起来了，他就把沙利文撂入后世，包括在墓碑上写的是我敬爱的老师。但赖特被芝加哥这才抛弃第1回，后来又被芝加哥抛弃1回，甚至被美国建筑界又抛弃1回。后来他的家庭各方面都好了，赖特觉得他被束缚，他就跟他一个客户老婆好了，他俩就躲到欧洲去私奔了。然后他这名声，我天哪，在芝加哥就臭了。他们俩呢，从欧洲回来以后，就到威斯康星州建了一个避世的大住宅，这又是赖特另外一个自宅了。他就跟这个妈妈生活在这个房子，这个自宅就很惨。他们家有一个佣人精神不太好，被刺激了以后，放火把这房子烧了，不但烧了，拿着斧头就等人往外跑一个杀一个。赖特刚好出差没在家，但2个孩子和妈妈都被杀害。然后赖特回来真的是悲痛欲绝。在这之后呢，他为了显示自己重生的象征，他又把原来这个废墟清除以后重新造，建第2回，自己电话线没接好，又烧1回，最终建了3回了。我不知道这时候他有没有认识他第3任老婆，第3任老婆是个芭蕾舞蹈家。赖特从低谷一直走到芭蕾舞演员出现，把他这又拉回来，又振作之后做了2项目死了，做了一个流水别墅，还有一个叫古根海姆美术馆，非常美、非常卓绝、经典的建筑。你从他的橡树园这样偏小体量的项目，跟他古根海姆美术馆这种大体量的公共建筑项目，能从中看出它的共同点和它的区别吗？这2个项目因为年代跨的远，
古根海姆算是赖特的中作了，但最早先像 Orc Park 这样的项目，其实它起步摸索的阶段，所以这两个其实差异还挺大。而且呢，住宅更讲究跟人的直接接触，弓箭讲究的是跟人群或者跟社区的接触。而且古根海姆就像科布的朗香教堂一样，我觉得大师可能也是这样，就是我这辈子都做这样的，我到临了我来个别的吧。朗香教堂那么多曲线，那么多感性的东西，跟科布西耶建筑就是机器是观念完全不一样。就我来看，人类建筑它没有章法的，就建筑其实它不需要遵循任何理论，建筑最终就是满足欲望啊。有人这时候会问我，那极简主义呢？极简主义很简单，它就是在满足你收敛欲望的欲望啊。世界上所有有名的建筑，所有经典的建筑，那都是人类欲望的结晶。你现在主要是在这样的一些自宅啊，或者说住宅的建筑项目上，你在做这样的建筑实践的时候，你的侧重点是在哪？拿我建的房子举个例子好了，就这个叫 Cubic House， 是我跟我爱人建的。当然它寄托了一些，你比如说我们对生活的理解，我们对功能的理解，包括建筑样式。但我觉得这个项目真正在建的时候，给你的反馈或者给你更多的收获，反而是每一个材料每一个零件它在这个房子生成的过程中，它给你的感情上的反馈。你就比如说我们设计了一个阳台，还有很多河山，结果有一天那个太阳刚好从西边往下降的时候，我们有几个绑带没拆，风一吹，影子投在这个河山上，这种透明感觉一下就让你感觉哇，这太棒了。 So far 我对小房子非常有兴趣。有一天我就坐在那个中庭里面打电话，那个房子是一个 U 型的，它中庭有2棵椰子树，坐下来以后你就看那个天，我正对的是一个橡树，橡树顶上有大团云，你周围建筑的影子呀、光啊，给你的这种非常直接的感受，能给人内心带来宁静。小房子它是能制造平静的快乐。为什么大家到了意大利的乡村、法国的南部，你能感觉到作为人的快乐？其实这就是小尺度给你的感受，它可以跟自然更多的共生。即便我做一个比住宅大的项目，我也会很在意说跟人缔结的这种关系。包括我们之前做 random 大景象的项目，有一个小椅子啊，这个木头跟环境的关系啊，整个店跟社区的这种互动啊，包括后来扎小文的项目也是长条的石台，内跟外我们尽量去模糊这个概念，让里外就融合 merge 起来。更多的就是在讲公建跟社区的关系，跟人群的关系。最终建筑你服务的是人。我至今还记得我出生的环境，俄式的那种集中住宅，包括墙上哪个地方有个坑有个洞，哪一家家建的厨房是什么样的，给我感受非常的真切。最终其实人缔结的是共同记忆，在这个环境里面才形成了我们这个具象的存在。建筑最好就是慢慢的去释放它，就像你周围的所有物件一样，你触摸它，你接触它，你留下印象，留下感受，像你的亲人、你的朋友跟你共度的时光一样，这种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，建筑带给人最有力量的部分。其实赖特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它就是全设计，就是他的房子建完了，他还要设计家具，他甚至还要设计用具，他所有的建筑构建都是出自于一个设计逻辑的。